对方给他这种感觉，真相只有两种，要么刚才是自己神识失误，要么对方神识远超自己，很可能就是那名外族人。但这两种结果，无论哪一种揭穿了，似乎对他来说都不太妙。前一种倒还罢了，顶多在两个晚辈面前丢了些颜面，名声受些损害。若是后一种，那可就麻烦大了。别看他在中年大汉和宫装女子面前表现得对重伤外族人手到擒来的样子，但实际上作为参加过堵截之战的修仙者，他对外族人的神通和那股以夷敌众的凶悍大感畏惧。那几名陨落修士全身都被化为紫色寒冰，连元婴都被冰封起来的凄惨下场，他可是历历在目。就是对方真受了重伤，拉着他一起陨落，估计还是轻而易举的事吧。算了，附近也没有其他元婴修士在此，这种模糊两可间还威胁生命的猜测，还是不要冒险证实。反正不久后，大仙师和圣女就会亲自出手对付此人。心中斟酌了一番利害关系，秃眉老者还是轻叹一声，打消了追上车子拦下对方的心思。他若是还年轻个200年，说不定真想冒险一试，但如今时日不多，越发的珍惜性命。秃眉老者目睹车队渐渐的远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倒是让身后的男女二人有些诡异的互望一眼，但却没有胆量去追问什么。韩立等车子驶出10几里后，仍然没有见驻地中那神识主人追踪而来，心中同样松了一口气。刚才那道神识搜来的极快，他虽然反应够快，但是终究还是有些不太习惯修为骤降的状态，似乎神识收敛的晚了一些，并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欺瞒过去。那道神识如此隐秘巧妙，一看就是修炼过相关的特别秘术。心中稍微安稳一些，仍在车中不敢大意，继续敛气收息。足足走了大半日后，韩立神色放缓，重新开始将神识缓缓放了出去，自动笼罩住方圆20余里的一切异常。自己则一翻手，从怀中掏出了鹰眼老者的储物袋，袋口往下倒转，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在白光闪动中倒了出来。目光在这堆东西中一扫，韩立伸手拿起一个小瓶，打开瓶盖放在鼻下嗅了一下，略一思量，就摇摇头地挪开了。又拿起另一只瓶子，做出同样的动作，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终于，当一个不起眼的绿色玉瓶打开了瓶盖，尚未等韩立辨认其中，从中飞出了一缕紫色雾气来。韩立脸色一沉，想都不想一张口，一团青色光团喷射而出，一下将这缕紫气包含在了其中。刹那间，青光中从里向外变黑蔓延开来。韩立脸色大变，趁青光还未完全被污染的瞬间，猛吹一口气，光团瞬间激射进入了小瓶中。韩立拿起瓶盖，飞快地封住了瓶口。这时他才长吐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得到了一些残留的苦毒，也算是一样不小的收获。食绝毒基本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而那个孔家能有此毒，看起来还真是非同一般。他将此瓶小心地收进了储物袋，心中一动，将一缕神识伸到了火狼部的一辆马车中。在里面，风月正双手捧着一颗拳头大的圆珠，双目紧闭盘膝打坐，一团团黑气往手中圆珠正灌入进去，而让此珠变得乌黑发亮。身前还放了一大堆药瓶，大半都已被打开了瓶盖，一些各色丹药凌乱地洒落在一旁。看到这一幕，韩立摇了摇头，将神识抽回。他一眼就看出那圆珠虽然是某种异宝，可以吸取一些毒气，但已到了容纳的极限，并且这些被吸的毒气恐怕一会儿后就会重生，对于深入体内的苦毒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风月想要凭借这10来天拖延的时间将此毒清除，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韩立心中如此想到，人就无喜无悲地闭上双目，进入了入定之中。接下来的7、8日中，一路较为平静，只有2头不长眼的低阶铁蹄兽一头撞上了车队，结果被见猎欣喜的几名突兀人仙师几件法器一阵轰击，自然化为战利品。只有韩立和风月以及另外一名押队的突兀人仙师待在车中没有出手。风月倒还算了，那名同样不喜外出的修仙者却在韩立心中起了兴趣，结果神识略微一探，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之处，是一名27、8的青年，整日的修炼仿佛就是一名勤奋些的筑基期修仙者而已。探了几次后，韩立也就没有兴趣，倒是时刻注意着风月。在尝试一连串的解读失败之后，显得急躁和不安起来，脸上时不时露出绝望之色，原来的黑发也渐渐灰白了起来。这也难怪，任谁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而又束手无策，光是这份煎熬就不是常人可以忍受得起。青年没有立即垮掉，都让韩立有些吃惊了，不过在心目中却是默默计算着时日。这位冯家的唯一嫡系血脉可以存活的时间也就只有2、3天而已，韩立自己却已在2日前参悟完毕大眼神君所给的口诀，心中踏实了许多。现在就是身份暴露，元婴修士突然围攻袭击，他也不用过于畏惧。这一日下午接近傍晚时，数百人的车队行进到一条宽约数百丈的大河旁，停了下来，开始补充水源、做饭休息。而韩立听到附近的河水流淌之声，心中一动，竟离开了车子。仙师大人，你有何吩咐吗？那位叫做英山的清秀少女正拿着一块腊肉似的东西进食，一见韩立出来，急忙脸色涨红，将食物丢在一边，恭敬地对着韩立施礼。在一起同行了这么长时间，韩立可是第一次自行走出车子，这怎能不让少女有些惊慌？没事，在车中打坐了这些时日，出来看一看而已。韩立的目光在少女粉嫩的脸上一转，又看了看那硬邦邦的食物。那韩仙师，我去给你拿些清水。少女仍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也好，虽然我已早已辟谷，但是一些清水还是要喝上一些的。少女一听此言，心中不安去了不少，立刻欢快地答应一声，拿了个水囊向河边跑去。在那里，各部落之人升起了篝火，并架起了一些牛羊之类的烤肉。韩立望着少女纤细的背影，似乎心中又触动了什么，嘴角不经意地露出了一丝笑意。一会儿功夫后，少女一只手拿着水囊，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烤肉，有些气喘地返回了韩立的车旁，并有些不好意思地把2样东西都递了过来。仙师大人，这烤肉味道不错，大人要不要尝尝？好吧，我也有好多年没有食用这些东西了，吃上一些应该也不错。韩立轻笑一声，没有拒绝，接过烤肉，咬上一口，味道还真不错。少女见此，圆圆的脸上也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你是准备参加开灵仪式的吧？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我的车子旁边，倒也为难你了，把你手伸过来，我看看你的灵根怎样。韩立吃了口之后就停了下来，随手将烤肉放在一旁，从容地对着少女说道：多谢仙师大人。英山一听韩立此言，先是一呆，但随即毫无掩饰地兴奋起来，并伸出了手臂。韩立一把抓住少女的玉腕，灵气就在其体内略一运转，并沉吟了起来。其实若不是他修为落到了筑基期的水准，根本无需触碰对方的身体，也可用秘术直接查得一清二楚。韩仙师，我资质怎样？有没有机会成为仙师啊？还可以，成为仙师不成问题。不过你能认识我也算是你的机缘。这瓶丹药在开灵仪式前服下。韩立松开五指，另一只手掌一翻，一个乳白色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
递给了少女。这是……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丹药，但改善你的一些体质还是可以做到。也许以后可以让你在修仙路上走得更远吧。像这种可以把低阶修仙者洗髓易经的丹药，他自然早已看不上眼。多谢仙师大人赏赐。少女心中一喜，急忙欢喜地施了一礼。起来吧，以后能走多远还是要看你自己。对了，眼前的这条河流如此宽广，莫非就是横穿南部的天水河支流？仙师大人所说不错，这的确是天水河的一条分干，再向前走上100余里就可以看到天水河的主干，那才是真正的天水河。韩立闻言不再言语，但脑中却浮现了有关天水河的资料。若是他没有记错的话，此河奇长无比，是天蓝草原第一大河，一端可是和大晋境内的顺江相通，而且两者还恰好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他心中隐隐有个想法，不禁沉吟了起来。韩立神色一动，蓦然抬手向大河对面天空望去，脸色沉了下来。你快去通知你们的族长，说有东西向这里飞来，只是不知道是路过还是冲着我们来的。韩立沉声冲着少女吩咐。英拉听闻此言吃了一惊，急忙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然后向河边的英路等首领奔去。片刻后，河边顿时一阵骚动，所有人急忙撒开双腿往回飞奔。结果大部分人尚未回到车辆旁边，远处天边就有绿光闪动，接着一阵阴沉的低鸣声传来，一只浑身绿光的巨大蝙蝠由小变大出现在了这里，其狰狞可怖的凶恶样子让车中的凡人见了一阵的心惊肉跳。那几名留在车队中的突兀人仙师也纷纷走出了车子，均都面色凝重地望了过去。韩立的目光没有落在蝙蝠上，而是望向了站在巨蝠背上的一行修仙者。虽然还相隔甚远，但在瞳孔蓝芒闪烁下，他早已看清楚这几人的模样，心中不禁一怔。这一行8人，4男4女，男的锦衫玉带，服饰华美，女的白袍赤足，腰缠金带，根本不是突兀人的服饰。韩立有些惊疑起来，不过让他安心的是，这些人除了为首2人是结丹期修为，其余全是筑基修仙者，看来不是冲其而来。就在韩立心念如电之际，那只5、6丈之蝙蝠已飞至了车队的上空，狂闪几下巨翅，瞬间就停了下来。一股飓风直奔车队而来，顿时几辆正当其冲的车子被掀翻在地，皮带、箱子等物品纷纷从车子中甩出，破裂开来，不少矿石、药草一类的东西洒落了一地。至于被狂风刮倒的凡人，更是大有人在。这一下，那些原本面上微变的突兀人仙师更是心中大骇，面面相觑起来。你们谁是为首的？出来说一声。巨蝠中一名40余岁的男子扫了一下车子一眼，用突兀族语言冰冷冷地说道。此人正是结丹期的其中一名，另一位则是20余岁的白衣女子，虽然有几分姿色，但容颜冷若冰霜。一听这话，英路心中咯噔一下，当即走出人群，一弯腰就想要施礼说话。我指的不是凡人，是你们这些仙师。那男子脸色一沉，不耐烦地说道。足下的巨蝠突然一挥单翅，又一股狂风袭来，顿时将英路吹的是站立不稳，连连倒退，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其余突兀人仙师见此，心中越发惊惧，对方来意似乎不善呢。于是下一刻，他们所有人目光都望向了韩立。毕竟在修仙界来说，修为最高的自动成为带头人，好像也无可厚非。